这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独特的位置有关啊。包括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的西边是青藏高原，是吧？珠穆朗玛峰，它把一部分这个从海上来的气体就挡住了。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我们南岭，南岭是一个东西向的一个冷气啊。尽管南岭不高啊，大概就是最高的也就是1000多米啊，1000多海拔，但是它也把南边的这个水汽挡住了，所以这个两个方向就把这个水给堵住了之后呢，我们这儿就变成了这个鱼米之乡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跟湖南啊，南岭就是分割了这个湖南、江西跟广东啊。这个南岭两侧的这个动物、植物都有很大的差别啊，包括我们这个人的一些生活的习性啊，一些传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南岭也是一个地理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割带啊。这是，当然我们这个南岭最大的特点呢是花岗岩很多，这个包括我们深圳我们如果看深圳的地图，大部分都是花岗岩，所以花岗岩的好处呢是非常稳定，特别稳定啊，这个不会发生这个地震，这是花岗岩的好处啊。包括我们中山大学地质科学院在珠海，我们当时也参与了珠海校区的建设，往下打一笔，全部都是花岗岩，这个就相当于铁板一块，扎扎实实的，不会沉降，也不会这些地质灾害啊。这个花岗岩的特点呢就是稳定啊。另外一个呢，这个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们这么多的花岗岩、火山岩啊，它不是一次一下就形成的，它是有几个周期啊。你看，最早的有400多个百万年啊，当然1000多个百万年的也有，但是已经很少了，因为后面的在喷发的过程把前面的给吃掉了啊，侵蚀掉了。然后很高峰的就是这个侏罗白垩啊，侏罗白垩的时间啊。所以是不是恐龙的灭绝也跟我们这儿大量的这个火山喷发、岩浆起雾有关系啊？大家可以考虑。然后我们华南的这个，你就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双层结构啊。一层呢就叫这个寒武纪的基底，基底呢往往都是以电子岩为主的。并且这个基底啊，你看我们分了这个阳子跟华夏啊，阳子跟华夏的这个基底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8亿年啊，8亿年前，这两边就相当于是这个两个相互没有关系的。8亿年的时候呢，他们沿着这条线拼在了一起，就成为一家人。所以8亿年之后，这个阳子和华夏又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个8亿年呢，就是这个阳子跟华夏就是华南形成的雏形。但是我们形成之后呢，实际上也是遭受了很多的这个力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这个太平洋板块俯冲，是吧？太平洋板块俯冲，当然我们出来了这么多的花岗岩。另外还有这个中南半岛啊，这个有个叫印支运动，就是一个西南方向来的力，一个西北方向一个东南方向来的力。另外还有这个秦岭的阻隔啊，秦岭大别这个是分这个华南跟华北的这样一个界限啊，他们有这个在那挡着，然后这边来一个力，这边来一个力，所以就导致了华南是跟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有独特的地质、独特的矿产、独特的这个不一样啊。我们跟那个尤其是跟北美、南美啊，他们很多都是线状分布的，我们是面状分布的，因为我们是单个方向的力。另外，这就是南岭的地理上，南岭就是一个东西向的啊。南岭为什么叫南岭啊？南岭实际上就是以前的就叫五岭，它实际上就是
总体一个花岗岩山，然后在后期的剥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分水岭，就是以前的这个古道就是能够人车马能够通过的，就是这个两个山之间的这个分水岭，分水岭。这几个分水岭你包括现在有这个月城岭、东庞岭、凤珠岭、七天岭、大庾岭。大庾岭是在江西，七天岭在湖南然后月城岭、东庞岭是在广西。所以这个南岭呢，实际上它是分隔了我们的几个省这个当然南岭的这个地质也是为什么东西向？为什么南岭会出现东西向也有很多的解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广东只是占了一点点的南。